我决定要走到下一个小镇了。我决定要走到下一个小镇了。刚刚很幸运遇到，就是昨天走路遇到的，还有一起睡的同行的朋友。他跟我说下一站的那个住宿可以打电话先订，所以我在打电话了。还好我有办西班牙卡。然后我就这个地方房间了，不用那么赶，开心。等一下，我跳在哪里？哦，就从这个想到这个。我刚刚抬头一看，吓到，那个是高架也太高了吧，真的晕倒。我很喜欢西班牙他们这边的花瓷砖，跟以前那个阿嬷家的花地板很像，很漂亮。他们有些人会拼成自己的名字啊，有些人门牌号码会用那个瓷砖拼贴。啊，我现在要走哪里？是走吧。刚刚我去超市，我在想说我要喝没有喝过的口味，是香蕉、燕麦、椰子，还是我要喝熟悉的口味，然后还有清爽，芒果、百香果加不知道是什么。后来我选芒果的。好，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赢他们那些老外什么了。我比较耐热。哇塞，我比较耐热哎，而且防护做得很足，凉感衣，然后雨伞、帽子，但是体感上本来我们就比他们强，因为台湾本身很热。像那个跟我说叫我先打电话的那个朋友，我电话一挂掉。因为那个老板问我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痛，晕痛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帮助，因为他们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这样。哎呦喂呀，等一下，后面我就补一句 from Taiwan。电话一挂掉，那个美国朋友就说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哎呀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但我就觉得你来是台湾，好好笑。现在要走7公里上升400，然后那个 hostel 3点才开，所以可以慢慢走没关系。大家分享，它这个爬升400的前半段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森林诶，其实蛮凉的，很舒服。刚刚那个德国大哥应该会判断错误，如果他明天5、6点起床要爬的话，这边是森林，没有路灯，只能靠月光，不然就是它有土灯。明天早上走这一段应该会没有很好走。你看，又湿又水，看不到路更没办法走啊。哎呀，还好这 Gore-Tex 的鞋。我觉得真的好凉哦。今天的心情就是起起伏伏的，有一段走的，从头到尾都看着地板。森林那一段，有一段森林，今天很多段森林，就只看着地板，然后在那边犹豫说，是到沙拉就好，还是要再往下一站走？那段还有
对我妈生气那一段，那2段走的比较辛苦，但是后来看到大家一起出发的大家就觉得哦，虽然我慢归慢，但我还是走到了。啊咳。现在心情蛮轻松的，而且晚上有房间可以睡，不用赶位置，怕没有抢到。我在网络上看那个民宿情侣很可爱。我看到德国大叔了，很刚有一段路见不到他，我现在看到他了。我害怕的公路段来了，超热，完全没有遮阴，而且你看我脖子，我涂的防晒全部掉光光，晕倒。早知道不要花18块买个喷雾型的防晒乳了，完全用不到，因为掉，超白。我刚刚回头看了一下，德国大哥应该是热受不了了，我已经看到他了。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那2个超高大桥。等一下再走一段公路，就会进森林里面了。还是觉得很骄傲，我居然可以这个大热天走在这个卡米纳迪圣地亚哥废弃的牌楼。感觉在台湾山上这边就是放什么农产品特卖，在地农产品之类的。好好奇以前住在这里的人是做什么工作，或者是农业，或者是什么也不知道，很好奇。现在都没有了啊！这个还有一个废弃的那个凉亭吗？那怎么叫什么东西啊？还没查。现在是下午的2点11分，在1公里我就到今天的 hostel 了。真没想到，其实这个7公里没有想象中这么辛苦欸。啊，等一下，我的汗好痛。对啊，这个7公里。它不是陡上，它是斜上，所以还 OK。等一下，待会再说。因为我现在一手拿雨伞，一手拿拐杖，现在变成一手拿雨伞拐杖，一手拿相机。待会见。到对面来了，后面还没看到人呢。耶，我到了，这是我今天的hostel。现在这样子，我今天这样走多久？我忘记。今天这样走了30公里，然后8个小时，对，8个小时07分，开心。结果我是第一个到因为我都没有休息，大家刚刚在市区休息。但我想要先坐下来看看我的脚怎么了，我的脚好痛。我今天穿2层袜子。咻，呀！外面是羊毛袜，里面是机能袜。哎呦，整歪掉！哎呦，
哦，好痛哦！我这个小拇哥超痛应该一直压到，而且都那个潮湿。这是我的上下铺。嗨大家，我今天自己一房，好爽哦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hostel，我觉得，他们这边很多人是，就这边的住宿有分几种，一种就是私人的青旅，一种是公家的青旅，一种就是你自己捐献的。我来之前，我把公家跟个人捐献这个两个和在一起。我以为公家的就是你自己决定你要付多少钱，来了之后才发现不是，很多你自己决定要付多少钱的，就 domitive 的部分是他们通常是拿自己的家改装成像青旅的样子，像这样上下铺。然后昨天那个是一大层，然后放了8个上下铺这样。这种是自己家里，然后可能基于各种原因，他们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或者是想要减轻旅行者的负担，所以让大家自己决定你想要付多少钱。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很好，是我们可以不用花太多钱，就住到一个很有质感或者是很舒服的地方。质感，我目前住2间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舒服度，这一间舒服度比较高，这间比较小，然后不是那种大空间，然后放很多张床的，这边是一间一间一间。所以像昨天那一间是6人的，我会觉得有点很赶，就是要赶快去洗澡，不然要排队，赶快洗碗，不然等一下你要排队，赶快煮饭，不然等一下有人要煮饭。对，然后我今天来，我很纠结。昨天我还没有纠结，今天我觉得很纠结。我今天第一个到嘛，老板就跟我聊天，老板就很热情，会跟我扯一些有的没的，让我就是比较放松一点。然后，这边是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吃晚餐的，晚餐跟早餐。然后很好笑的事情是，他跟我说晚餐，你要吃早餐吗？我说要，晚餐要吗？要，哦，那早餐是明天7点半。我说7点半不用了。对，就是他可以供晚餐跟早餐，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给多少钱，你要 donative 多少，嗯，这就是让我觉得很难的地方。一方面你有旅行预算，所以你就是想能省就省嘛。二方面是老板人很好，然后住的环境也不错，你给太少不好意思。然后在想说，天哪，这到底要怎么给？我就上那个朝圣 APP，它上面我就先看了，有一些只要5块钱就是有些青旅只要5块钱，然后我猜应该是公立的，然后有些私人的是14块，大部分14块、15块，单人房开始20几吧，有在 APP 上面的，我在 Booking 上面有看到24、28、32都有，更贵都有。然后我想要说的是，嗯，我给他的时候，就他没有像昨天那有个盒子，我今天给他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看，
他就这样握在手里，然后说哦你很好，什么。我在想他们可能选择把自己的家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交朋友，他们就不是在意这个钱，他们想要给朝圣者有一个比较轻松然后省钱的方式，住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。可是我又不想要让他们就是浪费体力做白工，就毕竟没有人可以一直无限付出嘛。对，所以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哦这么辛苦了，然后还要自己花时间煮饭，去采买食材，然后又要花钱买那些吃的东西给客人。我刚来的时候，我就跟老板讲说，哦，this is a lovely hostel。他说 ，it's not a hostel, it's my home。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，对我来说有点困难，因为我不知道多少钱对他来说，这个付出是可以平衡的。就可能他们也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啊，但是我不想要让他觉得那些付出的时间是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。唉，好，我后来就是上网看了一下，有人写说，很好的住宿给8到10块，然后含早餐8到10块。什么都没有，就是2到5块，2到5块这种数字都出得来，我不敢相信。后来时间一看，哦，2016大概是8年前，那个时候可能物价还没上涨，疫情后，然后战争后，战争中，现在是战争中，可能可以吧。但我觉得给2到5块有点要求啊，人家洗毯子要钱呐，水费要钱呐，买洗衣精要钱呐。就是我只想跟大家说，这是我今天新的体悟吧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多层面要思考，然后要怎么付钱，让我觉得伤透脑筋。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有这3种住宿方式，然后你们来这边住的时候，可以稍微想一下怎样你 OK， 也不会让人家太辛苦，不然他哪一天不想干就关起来，反正他也不是靠这为生的。就这样啦，今天是第2天，明天第3天，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现在脚已经超酸了，然后来睡觉了，明天见喽。对了，忘了跟大家说。这一天虽然要从沙拉特走7公里，爬升400，但我觉得很值得。你知道什么吗？它这个是上双层的，它是双层垫诶，我觉得非常值得，然后很软很舒服。我刚坐下去就想说，这是什么鬼啊？为什么这么矮？让我想到慕尼黑的上下铺。后来我仔细看，它是双层的，各位，如果你有力气的话，一定要走过来啊！真的好累，从下好舒服。明天见，拜拜。